欢迎回到北京大学生物信息学导论与方法网上课程。我是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高歌。下面让我们开始第7周的课程，利用深度测序技术来研究转录组。类似于前2周，在接下来的2节课中，我们将首先介绍如何处理 RNA-seq 等转录组测序技术产生的 RNA 数据，而后以非编码 RNA 为例，演示如何利用这些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去进一步探索生物学问题。那么首先，让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所谓转录组，就是指特定类型细胞中全体转录本的集合，换句话说，是细胞特定时刻基因表达谱的一个快照。那么在转录组中，既包含人们早已经熟悉的编码蛋白的信使 RNA， 也就是 mRNA， 也包括人们近年来新发现的不编码蛋白的 microRNA、long non-coding RNA 等非编码的 RNA。 这些 RNA 转录本彼此协同作用，共同来调控细胞的生长、发育、凋亡等等一系列重要的生理过程。因此，对于转录组的研究，通常包括定性和定量2个方面。那么前者主要是要鉴定出所有表达的转录本，后者则是要确定这些转录本各自的表达量。通过对经典 PCR 扩增反应中每一个循环产物荧光信号的实时检测，我们可以实现对起始模板的定量分析，这也就是所谓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Real-time QRT PCR。 通过正确设定引物和探针， QRT PCR 技术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定量的检测目标转录本的拷贝数，也就是它的表达水平。因此呢，常被作为转录组分析中的金标准。然而 QRT PCR 技术一次只能测定1个转录本的，同时呢，这个技术呢需要事先知道待检测转录本的序列，难以用来发现未知的转录本。在深度测序获得大规模应用之前， microarray 也就是微阵列是主要的高通量转录组表达分析技术。 microarray 也就是所谓的微阵列，又称基因芯片，是通过将几十万个探针分子固定在约1平米见方的固体片基上制成的。那么通过利用核苷酸分子在形成双链时碱基互补配对的原理， microarray 可以一次性检测出样本中所有与碱基互补配对的核苷酸片段，从而快速得到样本中基因的表达谱。因此 microarray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次问世以来，即在生物、医学、农学等领域快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那么与 QRT PCR 技术相比， microarray 虽然在通量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仍然需要事先确定待检测转录本的序列。表达序列标签，也就是 EST 技术，是通过对一个随机选择的 cDNA 克隆进行单次测序来获得这个 cDNA 的部分序列。与 microarray 不同， EST 是基于测序的，因此并不需要事先知道待检测转录本的序列，同时可以被用来发现新的转录本。事实上，早在1991年，当时还在 NIH 的 Krish Venter 等人就开始利用 EST 技术来寻找人类中的新基因。然而，由于当时测序技术通量的限制，疑似 EST 通常只能得到几千个转录本的序列，远远无法进行全转录组水平的 profiling。 深度测序技术的出现，使得研究人员首次可以在全转录组水平利用测序技术同时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这也就是所谓的 RNA-seq 技术。具体来说， RNA-seq 技术首先
对生物样本中的 RNA 反转录成 cDNA， 而后将这些 cDNA 打碎为较小片段之后，上机进行测序。那么一方面 RNA-seq 技术使得研究人员可以快速地确定转录组中所有的可变剪切体，而这是传统的 microarray 技术难以做到的。另一方面，通过对基因组上特定位点 reads 深度的计数，我们也可以呢对表达量的水平进行估计。所以 RNA-seq 技术使得研究人员可以同时对转录组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研究。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 RNA-seq 本质上是对转录本序列的一个随机采样，因此呢它的检测的效率和灵敏度高度依赖于测序的深度。如果测序深度不够，就难以检出低拷贝的基因。原则上只有在饱和曲线达到平台期之后，我们才能认为呢我们的深度已经足够了。对于哺乳动物的转录组来说，一个经验规则呢就是我们通常要做到100到150成的 coverage。 在随机抽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呢 map 到特定转录本上的 reads 的数目正比于它的表达量，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落在某个转录本上 reads 的总数来估计它的表达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落在一个转录本上 reads 的数目也与它的长度和总测序的深度成正比。例如这里有 A 和 B 两个基因，假定它们的表达量相同，都转录两个转录本，但是由于 A 的长度是 B 的2倍，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map 到 A 的 reads 的数目就是 map 到 B 的 reads 的数目的2倍。那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来看这些 reads 的数目，我们就会认为 A 的表达量是 B 的2倍，而这个呢显然是不对的。那么再比如说，这里呢有2次 RNA-seq 的实验，我们假定基因 B 的表达量在这2次实验中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呢我们第一次的实验的测序深度是第2次的2倍，那么我们观察到呢 B 基因的上面的 reads 也会是第2次的2倍。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只数 reads 的数目，我们也会认为呢基因 B 在第一次实验中的表达量是第2次的2倍，而这个呢显然也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在实际分析中通常会将原始的 reads 数目呢进行归一化的处理。那么 RPKM 就是一个常用的归一化的方法。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在这个公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 呢是贴到这段转录本上 reads 的总数，那么 N 呢是这次实验中总的 reads 的数目，也就是测序深度， L 是这段序列的长度。那么在假定不同样本中 RNA 的总体分布一致的前提下， RPKM 可以正确的处理由于转录本长度和测序深度引起的 artifact， 从而使得来自不同基因、不同 sequencing run 乃至于不同样本之间的表达数据彼此之间可以比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RPKM 呢并非是唯一的归一化方法，通过考虑不同的误差因素，引入不同的生物学假设，我们可以构造出呢不同的归一化方法。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后续提出的 TMM、DISEQ 等等方法， RPKM 呢在样本间差异基因表达检测等等分析中的效果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还有一个需要在 RNA-seq 中引起注意的地方呢，就是链特异性。我们知道 DNA 的2条链都可以转录，形成呢不同的转录本。那然而呢，常用的 Illumina 的 RNA-seq 的 kit 是不分链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无法知道配对的这个 reads
哪个方向和转录本是一致的，哪个和转录本是反向互补的。而对于分链的数据呢，又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在利用 DUTP 技术进行标记的方法中，这也就是 Illumina 的 Strand Specific Kit 使用的方法中，那么第二个 read 它的方向和转录本方向是一致的，而第一个 read 呢，它的方向和转录本呢是反向互补的。而在另外一种 Solid 等平台常用的 Second Strand 分裂方法中，就刚好反过来了。因此呢，在分析之前，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自己的数据中有没有分链，是怎样分链的。那么更进一步的细节呢，可以参看本节教程中由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侯梅与田峰两位同学共同准备的 Computer Lab 的视频教程。好，那么以上呢，我们简要介绍了转录组研究的基本背景和常见的实验测量技术，这是本节的思考题。欢迎呢感兴趣的同学认真思考，并积极通过论坛与其他同学以及助教进行交流和讨论。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从针对 RNA-seq 的 Race Mapping 开始，具体介绍相关的方法。我们下节见。